我觉得苹果这次发表的 Vision Pro， 它真的就是再次带领我们走向了下一个时代。回到苹果爹，那我们今天就来讲 Vision Pro 这个产品哦。那我们先讲我们这边当然是有订购，那我们再来也会做一系列的评测。但是这边因为很多观众都在这个周末不断的私讯我啊，问我说，你有没有买？你要不要讲什么？你怎么分享？或者说你觉得值不值得？那我也发现我们很多观众他们其实也是 base 在美国哦，那他们现在还没有下定，想问我说到底怎么看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去购买？那我们也研究非常多的开箱体验，有那种比较早收到公关品的，他们长时间体验的分享，那有素人自己买来开箱体验的分享。那我们会把相关很多的这些影片放在下方哦，但大部分都是英文啊，可是你们想看的话都可以去看。那我们今天会先快速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在看了这么多的评测之后，我们有什么想法？那在开箱的时候，我们当然也会把它拍得更细节一点。那首先先讲怎么买，那目前当然是只有开放美国的市场，那很多美国的观众也知道这一点哦。那它的价格呢，就是$3499起跳，那这是256GB的版本，那512的话是3699，然后到1 TB 的话是$3899。那在这个购买的流程呢，它有让你使用你的 iPhone 去扫描这个网页的一个 QR code， 那这时候它会对你的脸部进行扫描，那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样的眼罩尺寸会最适合你的脸型。那这个流程过完之后呢，它也会问你说你是不是有戴眼镜，那你是一般的老花眼眼镜呢，还是有搭配度数的眼镜，那他们都可以搭配给你。那你就要额外再付另外的$99到$150。那这个产品呢本身也是有 Apple Care 可以另外购买，那一次性这个2年保固的 Apple Care 是$499。那如果你要逐月付的话，每个月是$24.99。那有没有 Apple Care 的差异在哪里呢？你有 Apple Care 的话，任何的维修啦都是$299哦。那你如果没有 Apple Care 的话，修外面萤幕的玻璃是$799，那整台其他方面的维修是$2399。那如果你使用的情况下是家里可能多于一个人使用，那目前他们是有开放一个算是 guest 的账号，你可以分享给人家使用。那你也可以买另外尺寸的眼罩。那目前这个产品呢，里面标配的是1颗电池。那如果你要另外购买额外的电池，也是$199。在标配的盒装里面，它有一个眼罩的保护套，但是它没有整个 Vision Pro 的保护套。那如果你要买整个 Vision Pro 的收纳盒、携带盒的话，苹果官方也有卖一个，也是$199。那他们内部呢也会附你一个30瓦的充电头跟 USB-C to C 的充电线来对这颗电池进行充电。因为这个电池本身有 USB Type-C 的这个输入了，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有额外的这个行动电源可以进行30瓦以上的功率输出的话，你其实就不用再去买官方这个电池。那毕竟$199这个官方的价格，你应该可以买非常多其他的电池吧。而且加上如果你今天买的是这个官方的电池，你要进行拆换的时候，它必须要这种直接从它的接孔做拆下来，然后再去换上另外一个电池。那这种使用的情况下其实更不方便，因为它只要这个电源一拔掉，它就会断电，那可能会有大概20到50秒之间这个重新开机的时间，所以你今天可能在看电影看半要这样去热插拔换电池的话，其实更不方便。你不如就是用这个官方的电池，然后用他们 USB Type-C 的孔，用另外的行动电源进行供电，这样反而你可以用更长的时间使用它，而且不用担心它会有断电的状况。好，那大致上购买的流程，它配备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的外形，我必须说，当然他们半年前就已经发表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是说，实际看到大家上手，在一个苹果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大家可能带到外面、带到街上，我还是要说，苹果在这个方面正是他们强项。那我觉得以目前市面上所有同类型的产品里面 ，Vision Pro 是设计的最好看的一款。过去这一周里面，我们看到非常多人使用，可能在 Subway、在捷运、在公园啊，在街上走路带着它使用。第一天看的时候可能觉得怪，但4-5天看到越来越多人分享这样的影片之后，好像一切就变得可以接受了。那如果在一个那么早的阶段，我们就已经大致上习惯它的外形，或者在路上看到有人带着它的话，那其实这个有点像是 AirPods 1代啊，还有后来出的 AirPods Max。我相信很快的时间啦，大家会变成在路上看人家带着这个有点见怪不怪的感觉。那某方面，我觉得真的也是要归功于苹果很厉害的工业设计，把这个东西设计的像个精品一样那么漂亮。那下一点我们讲一个实际应用的部分。那首先他们说在带着它做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因为它里面翻拍出来外面的世界，它还原真实的成分是很高，而且它萤幕的更新率平常是设定在90Hz， 那最高可以到96Hz， 所以会让你觉得在 Vision Pro 里面看到的世界跟真实世界相差不大。那除非在一些光源对比很强，或是光源比较阴暗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些噪点啊，或是它可能对比强烈的运算不太自然之外，但是一般其实都感觉不太出来。那甚至过一段时间带着它，可能有点分不清楚你是不是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们可以带着它吃饭，带着它打乒乓球、打扑克牌，或者是在外出搭车啊，还有购物都是没有问题。
离。那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可能里面的显示这些画面可以把它关掉，或者是它其实会停留在某一个定点，所以你开始行走的时候，你会穿越这一些视窗，所以也不会怕你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撞到人或看不到车。那它也会侦测你移动的速度，像你今天如果在搭车的时候，必须要开启它的旅行模式来使用它。那在功能上面呢，目前毕竟是第一代产品，它还是有比较多的限制。那它目前算是可以使用 iPadOS 的 App， 好，那但是它原生为 Vision Pro 所设计的 App， 到目前为止是大约600多个。那在 App 的排列上面呢，现在也还没有任何的自由性，它就照字母的顺序来排列，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重新放到不一样的这个档案夹里面啊，或者重新排列它。但是作为第一世代的产品，像先前的 iPhone、Apple Watch，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状况。那他们出发点就是以稳定为优先，那很多的功能性的部分会在事后可能 App 的量成长越来越多的时候再慢慢的加强。那我觉得目前来说呢，他们还在让使用者去习惯这个 Vision OS 空间运算的这个生态系，慢慢让你去了解说在这个环境要怎么去跟它做应对。同时反方向来讲，也让开发者跟苹果自己说，把这个东西放到大众的手上之后，大家会去怎么应用它，怎么应对它，或者真的最常使用最需要的是哪一些东西。但目前为止啊，还是有非常多 iPadOS 上面的 App 可以让你在 Vision Pro 上面使用。那毕竟不是为 Vision Pro 所设计的，所以整体操控啊，还有它的这个限制上面还是会多一点。看到目前为止的，比如说我有在 follow 的一些创作者，他们最爱的功能也刚好是我个人最期待的一个功能，那可能也是我们做东西的领域非常接近。那这就是搭配你的 Mac 来使用它。比如说啦，这个使用模式或许不是苹果最希望达到的族群，毕竟说这个生产力、这工作的市场以苹果在看的这个广大的娱乐市场来讲，还是偏小。那以我的看法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买一个很好的萤幕，那可能是苹果的 Studio Display 啊，27寸 5K 萤幕，或是他们更高级的这个 Pro Display， 那将近20万台币。不管这些萤幕买的再怎么好，你还是只能在一个定点去使用它。那如果我今天在家里在处理公司的时候，我也想要有那么好的萤幕来使用它的话，我难道两边都买一台吗？那你就讲 Studio Display 好了，我如果家里跟办公室都要各买一台的话，它就可能要13万块左右。但 Vision Pro 这个东西，它这个延伸萤幕是可以让我随时带着，我要在家里用它，我还是工作室用它。那我在家里要走到客厅使用，也不一定要在家里的办公室，那走到咖啡厅使用它都超级方便，而且你就不用再限制于不管是你买萤幕的尺寸的大小，或是你笔电大小的这个尺寸你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你可以让它20寸，你可以让它27寸，你可以让它50寸。那或许当然这个市场还是有点偏小，但是以我目前看起来大家的体验来讲，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取代，或者说接近可以当成一般的萤幕来使用它？那说真的，以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喜欢这种自由的工作模式啊，或者你可能 work from home， 喜欢在户外工作，喜欢在咖啡厅工作，带上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工作萤幕可以显示在你前面，那你旁边还可以再搭配一些其他的应用的 app， 而且是一个非常隐秘的情况，因为你带上去这个萤幕延伸出去之后，你的 Mac 上面的萤幕就会关掉，所以即使在咖啡厅周遭有非常多人的时候，你的工作环境还是一个非常隐秘，没有人能看到你工作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些方便性都可以让你随时提着它带着走，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而言还是非常有吸引力。但目前呢，其实这种使用方式它限制上还是有了，像我刚刚讲的这些多工模式，有一个主萤幕啊，跟旁边一些其他的 app。那以目前来讲呢，它的 Mac 的虚拟萤幕就是只有一个，那但好处就是它可以放很大，所以你今天要放很多视窗，在视觉上面来讲也不会太拥挤。但除了这个主视窗之外呢，你旁边要放任何的 app， 任何的工具它所使用的运算能力跟使用的 app 就是从 Vision Pro 去延伸出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成这样，主萤幕它里面所看到的这个桌面跟视窗跟里面的储存装置 app 跟软体都是从你的 Mac 延伸出来，但是周遭所搭配的其他东西都是你 Vision Pro 上面所储存的这些 app。 那虽然苹果生态链他们串联的是非常好，这些接力的部分像你滑鼠的游标都还是可以在这些视窗里面自行的游走，那这些文字图片要 copy paste 也都没有问题。但是比如说我今天主萤幕可能想用 Final Cut 剪片，看一个最大的一个剪片的工作台，那旁边我可能同时也开着 Photoshop 在看我这边可能要修的这些图片啊什么，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app， 那这些 app 如果在 Vision Pro 上面没有支援，或者在 iPadOS 上面没有支援的话，它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这样使用。那但它里面这个档案的系统也不是串联在一起的，这个部分或许是在刚开始有比较多的限制我觉得在未来搞不好里面要延伸出2个 Mac 的萤幕都还是有可能，所以就等未来它运算能力的增加，或者它针对这个系统释出更多的权限，我觉得这些应该都不是非常难办到。那另外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刚刚上述有讲的这个外面造型的这个部分，那肯定也可以说我是果粉这样讲啦，但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多创作者提到，他们上手之后他们说这个就是目前外形最好看的一个 VR 装置，那不管是它整个质感啊，还有外形设计它的用料上面，那像 Dave 2D 讲的，他认为苹果很显然是有思考到这一点，叫做 socially acceptable， 那这应该可以翻译成就是说它是一个让你带出去社会大致上可以接受的一个模样，或者说如何让你可以带着这个东西然后走出去使用它的时候不会有这种社会
死亡的感觉。那我们再讲得更远一点呢，苹果在这方面都很强。那如果再有一个好莱坞的明星名人，可能什么 Kanye West 啊，或者 Kim Kardashian， 那或是哪一个年轻的演员、年轻的 TikTok 创作者，他们带着这个在外面走路被八卦杂志所拍摄到，那这个东西马上社会的接受度又再高了很多个等级，可能到时候它就直接变成一个时尚单品。那反过来再看其他的 VR 装置，就会变成是一个很 nerdy 的玩具的感觉。那我觉得苹果在这些产品定位跟他们品牌的定位上面都有一直在思考这一点，因为其实有非常多的研究，或者说过去很多的诉讼案，看到苹果在这个产品定位定价的时候，他们非常在乎的一点就是说，怎么不沦为一个看起来很廉价的品牌。也就是说，他们今天做一个东西，即使只卖1/2的价格就能赚钱的时候，他们也会思考说，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定价，让他们整个苹果的品牌形象变得比较低廉。这样时间再拉远一点来看后，苹果很刻意在保持这个品牌的高级感，在这一刻就发现这样的操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在上述这些人讲这些使用环节，有没有他们觉得有一些小缺点或者感觉可以加强的地方？其实也是有。那首先呢 ，MKBHD 他就会讲说，他这个视觉范围里面，虽然说他们萤幕录影看起来是非常的广，但是你实际戴上去，眼睛看起来的视觉范围，其实比你现在眼睛所真的看到的范围缩小了不少。那这个部分他也知道说，这个就是目前硬体上面的限制，那可能在未来这个产品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应该会改善。那再来，另外就是它在视觉清楚的范围呢，它还是限制于你眼球所在专注的地方。这个一开始我们的想法可能会说，它因为想要模拟你真实眼睛看东西的感觉，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只有你眼睛在专注的地方是清楚的嘛。那某些方面，它这种模拟其实也很有道理，但是你可以在开发者套件说去解除这一项的这个模拟后，那你就可以让整个画面看起来都是非常清楚。但是你这样去解除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运算的速度有点卡顿，所以或许现在还限制于这样的选择。某方面也是还原真实世界看到的感觉，某方面也是因为现在它处理去运算的效能还跟不上它所能看到的世界。这个我也觉得是时间就会改善，毕竟它只是第一代的产品。那再来下一点呢，是 MKBHD 没有讲的话我不会想到，就是说目前因为很多的操控上面，因为它很着重于眼球追踪嘛，所以你眼球看的哪一点，它虽然可以算得非常精准，哪一个地方是你要看的，甚至小到每一个英文的单字它都可以抓得非常清楚。但这个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如果操纵是只有以单点的方式去追踪去操纵的话，那我们平常可能在日常生活我们很习惯，像我现在在录影，我可以很习惯旁边抓一个东西出来，我眼睛甚至不用去看它。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在 Vision Pro 的世界目前就办不到，因为它还是只能针对你眼球追踪的那个单点判断你要操控、要触碰或者说想要去移动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就有点一反我们现在日常在现实世界习惯的这种多工模式，那这可能在你刚开始转到这个 Vision Pro 的世界里面要比较习惯的地方。那下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多人提到，就是它的整个佩戴感跟重量。那首先毕竟以 VR 眼镜来讲，它的佩戴感还算舒适，但是它的重量还是非常的明显。那它也是目前大概同类型投资性的产品里面比较重的一个，但是它没有重到那么多，大概重了100多克而已。那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的主观，我有看素人他的测试，他戴一整天，他也觉得说这个重量佩戴感还好，他甚至没有换成那个中间2条的那种绑带，他就直接那种1条式的绑带，但是对他而言，他戴可能好几个小时，他也觉得是 OK。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在评测的时候，他们觉得说戴50分钟啊，甚至1个小时，就是他们可以忍受的极限。那除非换成那种双带式的绑带，那我觉得这个就像 AirPods Max 一样了。我戴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重可能戴一阵子我就觉得脖子不太舒服。但是有观众也跟我说，他们长期喜欢戴那种大的耳机，他们习惯那种重量，所以 AirPods Max 对他们也就没有什么。那上述这一些他们所谓提到一些缺点，这些地方我自己感觉起来都算是非常非常的小。那以一个第一世代这种革命性的产品来讲，我觉得整体它所带给你体验已经算是非常的成功。那我个人不会太在意那些地方。那最后就是讲我整体这个看法跟感想，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的震撼。上次在发表会的时候，他们请人去试用，那当初试用那个环节还是在他们可控的这个环境下面，有非常多的限制，所以虽然当初他们的体验也是非常好，但你不太确定说带出来会是什么样。那现在这个已经是一个真正市售的产品，任何人都可以去买它、带它，然后去评测它、去分析它，那也会看到大家有很多更有趣的用法。那同时另一方面也会看到更多的限制，或者可能有更多的缺点会更明显。但以我角度看来，我还是对它的评价没有任何的改观，就跟当初发表会的时候我那个懒人包一样，我还是觉得 Vision Pro 是一个超级厉害的产品。而且我觉得就在它发表的这一刻，正式发售这一刻，它已经改变了时代。那苹果今年你可以说非常多年来啦，甚至你可以说从 iPhone 1代发表之后，没有什么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产品。那虽然整体生态链里面的整合非常厉害，那自家的 M 处理器也很强，股价很高，市值很高，但并没有让我们觉得苹果在 iPhone 之后又改变世界了什么。不过到了现在这一刻，我真的非常的相信 Vision Pro 绝对会
会是开启另外一个时代的东西。那 VR、AR 装置当然很多，那大家自己对这个所谓我们讲元宇宙的概念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自己的看法。但我们看到苹果在建构这个 Vision Pro 的宇宙之中，他们很强调现实跟虚拟世界的结合是要多么的无缝。它里面很多的这些不管应用界面这些设置都是以如果你要再结合现实的世界应用这些东西，它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行为。除了这个，它工作上可以变成一个外接萤幕，那生活上可以扫描你的脸，那跟别人即使在戴这个装置的时候，还可以用自己很自然的全脸跟别人进行 FaceTime。同时在现实世界的展现上面，他们以现有的科技尽力做到1:1的还原，它所展现就是最完美的虚实结合。那我觉得以一个第一代产品就已经做到这样的地步，我还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再来你去看它整体硬体的大小，你拿掉它的遮光罩、它的头戴、它的电池，它整体的电脑端，你说处理器这些所有眼球追踪的镜头追踪器、向外的镜头、萤幕、感应器都只塞在小小的一个眼罩上面。那这边还是要非常赞叹苹果工业设计的能力。最重要是这样的尺寸让我们看到它未来的可能性。那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装置要到一个真的很普及的地步，除了它的价格之外，它的尺寸也必须要缩小到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那或是至少它在佩戴上面的舒适感、重量上面也要大幅的下降。但即使在现在这个重量上，我们都看到很多人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回到现实世界拿下来之后，他们还会期待伸手点一下有什么视窗会跳出来，再把它整个界面跟现实融合的程度已经非常的完美，才会让你回到现实世界之后，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你已经离开 Vision Pro 的宇宙了。那我们都知道苹果未来的下一代、下下代，他们一定会致力往2个方向走，更低的价格跟更小的体积，那这样才能快速的扩大它使用者的数量。那些部分都是需要时间，他们先以现有的科技可以做到推出最好的版本。那主要也是想快点抢占这个虚实合一的生态圈，因为现在各家都在抢夺这块市场的先机嘛。那当年智慧型手机的时代后，苹果掌握了先机，整合出到最完美的使用模式，确保了苹果在近10几年来霸主的地位，那也一跃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那再来进入空间运算的这个市场，我觉得它的发展性会远大于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因为目前来说，我们面对数位世界的这种交流方式，还是锁定在一个萤幕里面，可能是你的手机、你的平板、你的电脑。那未来是可以直接显示在我们现实世界之中，那它可能性和它的商业价值会完全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你可以1秒移动到你可能日本最爱的一个咖啡厅、一个风景区，坐在那边工作，或者在演唱会之中坐在最前排，那或者在看你 NBA 比赛的时候，可以直接坐在场边看着你最爱的明星，你还可以暂停画面去重播它，或是你可以身临其境的在国外你喜欢的商店去挑选产品，那买完之后他们快递给你。那以后 Vision Pro 的 App Store 卖给你就不再只是 App 或是游戏，它可以把整个身临其境的体验都卖给你。那如果在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你可以坐在第一排，这样相比在 VR 的市场里面可以值多少钱？那结合真实世界的使用，在外面带着它的时候，马上可以显示附近所有餐厅的等待时间，然后商店里面有什么折扣，然后可能 Uber 你要选哪一个等级它会比较快到，那你一抬头它马上就显示天气预报，跟你说会不会下雨，然后如果看到会下雨，低头它就马上跟你说附近哪里有卖伞。那如果可以结合更有智慧的 AI Siri 的话，那就真的可以像钢铁人世界里面那种助理的角色，在这个 AR 的世界里面给你所有你需要的资讯。那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再是梦想， Apple Vision Pro 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可以实现。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刚上述的那一些所谓的在现实世界资讯的取得，比如说我们现在抬头肚子饿的找餐厅，我们要拿起手机进入一个 App， 然后去做很多繁琐的动作去找到这样的资讯，但是以后就直接在现实世界显示给我们看，然后你看有什么方位你就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餐厅，那等待时间什么就可以直接按下去进行定位，那这个就真的可以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好，那最后呢，很多观众问我们就说到底值不值得去买？现在你要以极度理性的角度去看，可能很少人会觉得值得，但是极度理性角度去看，好像很多东西都不值得买。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去分析它，那也可以去想说，到底今天苹果端出这个东西卖这样的价格，它值不值？它对不对得起它这个定价？那你单从它里面所包含的所有技术，用的硬体规格、软硬体整合，这个开发的时程，我觉得$3500算贵吗？一点都不贵。一个开创时代的新产品，而且它有那么高的完成度，这个价格呢，除了买到一个这么高等级设计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之外呢，它可以让你抢先体验到未来，让你有点触碰到下个时代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价格但绝对不贵，但值不值得呢？从很经济的角度去看它，那你可能会想说，你买它会带给你什么经济效益？那生产力来讲会带来什么方便？当然每个人都不同。那我觉得，就算我们退一万步，你真只是买它用来做娱乐性质的话，那$3500贵不贵？那我们换一个方式比喻，如果你家里今天要摆一个100寸、150寸的萤幕，然后跟投影机，那你要买一个雷射投影机，可能超短焦，然后配上一个抗
光萤幕，那空间音讯的音效整合，那先不说我们一般人家里有没有这样的空间，那光以上那些硬底配备$3500买不买得到？那如果你真的捏很紧哦，配出一个这样的配置$3500，那它都还是只能定点使用，你总不能今天我这个萤幕弄好，我客厅看看，我想要拿到房间用，我再整个搬到房间用，或者说你今天想在咖啡厅用它，你想在捷运上用它，都是不可能的。那加上它就是一个萤幕，它也没有任何的软体，你可能还要再搭配 Apple TV 啊，或其他装置才可以让它更好用。那再来讲这个投影机它本身所有的技术含量跟成本，在对比 Vision Pro 里面所有使用的技术含量跟成本，这个软硬体整合，然后你买到世界上目前消费者端可以买到最顶级的空间运算能力，两个放在一起比对，你会不会觉得其实 Vision Pro 超级便宜？那其实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如果你今天抢先体验到这个东西，你看到未来的世界，你也相信说将来我们未来人类跟科技的这个应对可能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那你先体验到，你会不会想到一些不一样的商机，然后在未来的市场里面抢下什么先机？这个也不一定。当然啦，它值不值这个价格就不能反映出来你到底需不需要它。那或者说现在这个$3500，你有没有一个更值得投资、更好放的地方？这个部分大家就可以自己衡量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或者这个资金运用的状况。那以我个人来说，但我本身就是在做科技频道的人，所以就对我而言，就算排除我是果粉这一点这$3500我也会觉得花的非常的值得。OK， 好，那在我们的开箱跟这些评测也会做更多比较长期的试用跟体验，然后分享我们自己的实际上手的看法。那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或希望我们特别测试什么地方，都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或是我们很多在美国的观众，现在你们看完这一集应该知道说我偏向这个东西是可以买的。那你们买了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上手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在下面一起跟大家分享。OK， 那大家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一下频道，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明天见，拜。